Hello，大家好。如今房价飞涨，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承受能力。以多伦多为例，多伦多正处于最大的经济衰退之中，但房价已经上涨了20%以上。现在购房者所需的平均收入是多伦多平均收入的10倍以上，温哥华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2倍。与此同时，建筑成本也不断上涨。全国房屋建筑协会称，木材的价格上涨了60%以上，创下了今年的历史新高。在美国，新房平均价格上涨了2.4万美元。在加拿大，新房的平均价格上涨了3万加元。这种情况短期不会改善。在日常生活方面，根据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报告，全球食品价格现在已经达到了7年来的最高水平。加拿大最新的食品价格报告显示，去年食品价格上涨了2.7%，预计今年肉类价格上涨4.5%至6.5%，面包价格上涨3.5%至5.5%，蔬菜价格上涨4.5%至6.5%。最近汽油价格成本也猛增，数据显示，2月份加拿大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每升1.18加元，高于去年4月的低点0.778加元。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，与1月份相比，这一数字增长了6.5%。尽管目前仍在疫情封锁之中，但是油价仍比去年2月份疫情前的水平高出5%。二手车的价格指数再创新高。在美国，3月份二手车价格较上月增长了近6%，比去年疫情的低点上涨了26%，达到新的历史高位。二手车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7%，而新车的销售总额同期也增长了59.7%。加拿大的汽车价格在1月份创下了历史新高，这还导致了汽车贷款期限延长。现在最流行的汽车贷款期限为84个月，也就是7年的时间。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，无论他们是依靠工作养家糊口，还是依靠积累的退休金为生，生活的成本增加都会对人们产生重大影响。曾经成功预测过15年前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学家罗森伯格，最近一直在对加拿大房地产泡沫发出警告。他认为现在完全是房地产在支撑着加拿大的经济。加拿大现在的房产泡沫比美国房产泡沫最严重的时候还要高得多。当房产泡沫破裂的时候，会给加拿大经济带来致命的打击。他认为，因为其他行业经济复苏的规模远不及房地产市场在经济中的影响。比如在美国，如果没有政府的不懈支持，就不会有经济增长。如果不是因为2020年政府支出大幅增加50%，GDP 就会暴跌16.2%，达到历史最低水平。再看看加拿大的经济，完全依靠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和火爆的住房市场来支撑。与美国一样，在2020年如果没有政府的经济援助， GDP 将暴跌15.3%，达到历史最低水平。同时，在家工作、超低利率、宽松信贷使更多的人把目光转向房地产市场。加拿大在过去的1年，住宅建设总量激增了22.5%，致使住房在 GDP 中的比重达到了9.3%，创下历史新高，这是过去常态的2倍以上。再看看零售业，建筑材料在过去的1年中飙升了26%，比其他行业高出5倍。在制造业领域，木材产品的销售额同比增长69.5%，制造业的其他部分却下跌了4.1%。今年3月份，房屋开工量达到创纪录的33.5万套，与去年同期相比，惊人的增长了72%。至于加拿大家庭的收入，如果没有政府大量救济措施，2020年加拿大家庭收入将减少9.8%。在政府大量救助措施之后，加拿大家庭的收入不但没有下降，反而空前的增长了51.5%。现在加拿大的就业数据也正在发生变化。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是7.5%，但是剔除政府雇员和建筑工人，加拿大的失业率会上升至8.1%。这就是加拿大政府热衷房地产带来的连锁反应。现在人们不得不怀疑，当刺激计划减弱，房地产泡沫最终破灭，大宗商品周期继续运行时，加拿大的经济还能剩下什么？最近，独立屋、半独立、联排别墅市场的竞价战仍在持续。
公寓市场则相对冷清。独立屋需求旺盛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居住的需求吗？我看未必，可能是对房价持续飙升的预期。事实上，在目前的房地产市场，独立屋未来几年的升值空间已经被卖家提前收割了。另一方面，中国人本身不擅长维护独立屋。我曾经看过一些中国人持有的10年左右的独立屋，维护得非常差，状态看上去就像20-30年的老房子，维护不好很容易造成房产贬值。另外，独立屋除了繁重的清扫、修剪草坪、除雪等工作以外，像防水、防火、防盗等非常重要的工作，也完全要依靠自己来完成。即便从保值的角度来思考，在独立屋市场处于历史高位的时候，想要保值的话，恰恰是应该进入目前相对冷清的公寓市场。我最近也跑了几个售楼处，感觉当前公寓的价格还不错。在大批留学生和临时居民进入加拿大之前，仍是公寓入手的最佳窗口时间。如果你计划在这段时间购买公寓，一定要大胆砍价，很可能会有意外收获。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、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